呀，陈川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。你下班了？嗯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本来我想回家再跟你说的，可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。啊，那你就说吧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前2天我跟你说，我们程总要从前台调一个人临时做他的助理，记得吧？啊，记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脑子借给别人了？哦，丽丽，你的意思是你争取到了是吗？太棒了！车呢？见缝插针也太损了吧！什么？什么见缝插针啊？我这是少年得志，好吧？嘿嘿，你玩不玩呀？你死了我们也得完蛋。玩。来，丽丽，我这有点事儿啊，生死关头不能有闪失。咱们晚上回家好好庆祝啊！哦。9点前，干嘛啊？没有呢。我又不是不还你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借不借？哎，你别闹了，你借不借？借多少？你说。这还差不多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尝尝。不了，我不吃。一起吃吧。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出去吃饭。拜拜。拜拜。法式洋葱大土豆，乔小姐最后一道菜，上齐了。哎，采访一下，有什么感想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来，祝贺我们家丽丽少年得志。少年得志。尝尝。哎，总经理助理，那是不是就是说你在你们公司以后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？想得美！我也就是从普通职员们的小丫鬟变成了高管的丫鬟，估计更难伺候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咱们还和以前一样，不管你在公司受了什么委屈，你回到家，我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随你发泄攻击。他们当你是小丫鬟，你在我这儿永远都是公主级别的，好不好？就会说。不过我这次升职，工资也翻了1倍。等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估计我就真的能换个房子住了，最起码换一个有独立卫生间的。要是再能有个阳台，就更好了。如果能离公司再近点儿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完美。我呢，也就对人生无欲无求了。所以啊，我马上要送你的升职礼物，你就要派上用场了。什么呀？看看呀。陈川，你说，我呢也没个正式工作，你对我一直也挺好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，我还求什么呀？我知道这件事情蛮突然的，是计划之外。但是人们不是老说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吗？我偏偏不信这个邪了。我今天就想让我们家丽丽双喜临门一次。当然啊，
首先得你觉得这是一喜事儿，你要是觉得这是一晴天霹雳，那你就当那个手里拿的是一易拉罐拉环，别当真。我愿意。真的？真的。哪个女孩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啊？亲爱的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。陈川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不是灵机一动吧？你知道戴上这个戒指以后，接下来该做什么事了吗？知道啊，结婚嘛，开始过日子，筹备生孩子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想象过更浪漫的求婚场面，但是我这人想象力有限。我觉得，只要戒指是你给我戴上的，就是最好的求婚。我们结婚工程的第一步呢，就是先搞定我爸妈。下个星期平安夜是我妈生日，你跟我回家吧。小贝卡，等你的电话啊。等着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哟，总助，你怎么能跟我们挤电梯呢？以后去坐高管电梯啊，给我们省省调。大早上空着府呢，就开始挤兑人是吧？不怕伤胃啊你？啊，刚才开跑车那个我可看见了啊！哎，不是上次那个钻石男了。你这消息真是更新速度太慢，还上次那个呢？这次这个呀，马上都要被我淘汰了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挺不错的嘛，人家跑车也开着，长得嘛也五官俱全。你不要太挑剔了，把自己搞得像那些相亲节目的剩女评委一样，以打压别人的自尊心为己任。真不是我刻薄，是这位男选手太没品位。昨天呢，我去他家坐坐，房子嘛是蛮有腔调的，地段也不错，但是仔细看看装修，全完了。你知道我最崩溃的是什么呀？那个电视墙旁边摆着一个大酒柜，里边放着一整排干红，我当时就疯他了。您家是不是干烟酒批发的呀？干红还能成箱买的哦。他还想跟我搞搞情调，说这些酒不太好喝，有点涩。我们家有一瓶藏了几年的酒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一问，你猜是什么酒？百利甜。百利甜，你藏它几年干嘛呀？它是有保质期的，好吧？你等一下，有你们陈总邮件呢。嗯。就是这家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手上多了点东西，有点沉。这戒指呢，我确实是看见了，可是这钻在哪儿呢？我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听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还是可喜可贺的嘛。
晚上我请你喝酒吧。我先上楼啦。进来。程总，跟薇薇安交接的时候已经问过了，您的咖啡里没有糖也没有奶，有事儿您叫我。谢谢。乔丽，把这个给销售部，交给琳达。好的。陈总，精通改制，你不让我跟啊？陈总，我得到可靠情报，精通改制那是很有希望批下来的。如果这个老旧的国企真的能够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话，那可是一笔大单子，咱们还是别放弃了吧。这种狼来了的话，在精通这单子上说过多少次？有些人嘛，总是在逆境中扮演乐观，真得了势以后呢，畏首畏尾，谨言慎行。他们这一辈子，很少有一刻是真诚的活着。精通改制，就是这么一群人在自个儿骗自个儿。你要是还想盯这个单子，今后恐怕就得靠画饼充饥了。外企炒国民待遇的时代，恐怕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有没有想过，如何全身而退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我等你吃饭呢。去销售部给琳达送文件。食堂等你，自求多福吧。你们跟单子居然跟着让客户来投诉啊！你们在想什么？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在干嘛？你们入职培训的时候带脑子来了吗？啊？你们都在想什么呢？我们这里是外企，我们是要你卖东西，不是去卖公司的脸面和自己的脸面，听得明白吗？你有事儿吗？哦，程总让我送一份文件给你。这么重要的文件，怎么让你一个前台送来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调到总经理办公室工作了，以后有事儿我们随时沟通。丝巾很漂亮吗？你都升总助了，怎么你的工资没怎么涨啊？真是巧，不过你那条肯定是真的，我这个是地摊货，男朋友送的，说是最近降温了，非要让我带着，好歹是个心意，哪儿来的就不重要了。琳达，你忙，我先走了。咱们的金牌销售琳达，浑身上下没短处，就怕被人说是大龄剩女。谁好心想给她介绍个相亲对象，都会被立刻拉进黑名单。你还专挑她这个弱点攻击？行，咱们赛司的员工呀，以后可有免费8点档连续剧看了。是他太过分了呀！是，他那条围巾要好几千块，我这可能顶多25。怎么啦？看上去还不是一样啊？再说了，这是陈川的一片心意。在我的价值体系里呢，你要是送不起名牌，你就别送，别拿一货敷衍我。同样的道理，您要是结不起婚呢，您就别结，别拿0.1克拉的钻戒糊弄我。好啦，你有你的阳关道，我有我的独木桥。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陈川，就算为了我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刻薄啊？看你忠言逆耳吧。算了算了，你开心最重要。
晚上下班，咱俩一块去逛商场吧。我可是有司机接送哦，你都当上总助了，也该添点像样的装备了。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下班陈川来接我，他妈妈快过生日了，我得去给她挑生日礼物。衣服下个月再买吧。房租、水电加上交通费，这个月的工资也已经花得七七八八的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一直跟你强调的，找外援的重要性呀。你自己负责了生活的必需品，那就得有人来为你生活奢侈品买单，这样生活才能平衡啊。从经济层面上分析，你这种人呀，对我们国家的 GDP 是完全没有贡献的。你给我打住吧！我上大学时候逃掉的那些经济学课，在你这儿都要补齐了。接着讲课啊！那你哪儿去啊？这么快就走了？跟我到办公室来。陆方正，祝贺你和你的销售团队最近的销售成绩非常好。谢谢。所以作为奖励，你可以把手上正在跟的京东这个单子转给薄小妮，让他去负责吧。你休息2天。什么？我知道。你会觉得难以接受，我勉强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做这个安排。薄小妮虽然刚来我们公司，但是叫她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是准备把她安排在京东这个单子里的，因为她的家人在漳州政府里有关系，京东改制的一些进展，我需要从他那里的得到消息。这个你是做不到的。这个单子我跟了1年多，虽然觉得没什么希望，但是我还是坚持到现在。现在突然要我转给薄小宁，凭什么？你在 S 做了这么久，怎么这么喜欢问为什么？我们日本公司只需要解决问题的人，不需要提出问题的人。我告诉你这个决定，你执行就好了。如果你真的那么生活在一个有问有答的悠闲世界，不如去京东这样的国际里混日子吧。去住吧。我们家的室内温度啊，就比外面高出不到2度哎。我说汤科长，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，这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吧？我说你们这后勤科整天扒拉着算盘，算计着什么呢？啊，算计着这幢楼里的老弱病残们今年冬天能冻走几个是几个，对吗？冻走1个，你们也划算嘛，也赚了嘛。哎，省得呀，霸占着我们的劳保名额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今年冬天供不上暖，我们供应科啊比大家还着急，可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大家又不是不知道，咱们净通厂自主供暖早就停了，是由人家市里负责供暖的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咱们欠人家市里供暖公司的钱，到现在都还没还上呢。所以今年冬天，人家不乐意给咱们供暖了。不用跟我们说这些了，不就是来来回回2个字儿，没钱吗？是啊。哎，你们厂子没钱，账算到我们职工头上干什么呀？
我们可是一辈子把命都卖给你们精通了，现在光出不了，钱拿不到啊！小小的房间里面，避避寒的暖气都不给了。你看看我们家老方冻成什么样子了，好歹他也是你们精通的总工程师啊！老方，行了，别难为老汤了，跟我回家去。走。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？身为老师，一点斯文都没有了。走吧。什么斯文啦？要斯文有什么用啊？在你们厂子里还容得下什么斯文啦？我是老师，怎么啦？人民教师，人民的公仆，那你们这样对我就更没道理了吧？就说你们精通吧，厂子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但是厂子附属学校的学生可是一年比一年的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孩被上学的，还斯文呢？哎，你们说说，在我们大家伙里还有没有斯文啦？早就没有了，斯文了。就算有，也早就冻得呀露出原形了吧？啊，是吗？说什么呢你？别往心里去啊，老汤。哎，王厂来了，你看王厂来了。厂长来了啊！厂长来了，让。王厂来了，王厂长。王厂长，如果今天不把取暖问题给解决了，那我们就穿着棉袄，点起蜡烛，在这院子里面啊过夜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你这搞得还挺有情调。厂里的供暖管道现在还能用吗？厂里虽然不供暖了，但是管道我们年年检修，能用。把主锅炉关了吧。啊，厂长，这要是主锅炉停了的话，咱们那几台大设备可是一时半会儿开不了了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哎，厂长，咱这主锅炉可是从建厂到现在没停过。这些用不着你提醒我。各位啊，这从入冬以来，大伙儿供暖问题，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呢。供暖公司也说了，只要咱把欠的钱还上，马上就供暖。可我现在真是没这笔钱，该打的电话也都打了，政府也说想办法帮我们解决。可我知道，我王桂林等得了这一两天。全场1000多号人等不了，是我没本事。可能想到最后的办法呢，就是把厂区的主锅炉停了，给家属区供暖。我对不起历任的老厂长，咱这锅炉从来就没停过，没想到在我手里有熄火的这一天。关吧。啊，我是老汤，厂长说把主锅炉停了，关。大伙儿都回吧，今天晚上再忍一宿，明天早上就有暖气了。大家走吧。哎，王厂长，您儿子今天晚上还到我这儿来补习英语吗？我等着他啊。来，晚上我就送他过来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我们走了啊。啊，早点来好了啊。哎，王厂长，您慢点骑。行了。厂长，去吧。
真不一起去啦？行吧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冷不冷？嗯。把手放我衣服口袋里。今天有人说你的围巾好看吗？嗯，有的。也不看看谁送的。算了算了。价钱合适的嘛，品质不好；品质好的，价钱又高的古怪。就是，所以我说算了。想到好办法了，我们家那边的瓷器很出名的，让我妈买一套茶具快递过来好了。那种品相在上海很难找到的，价钱合适又拿得出手。嗯，好主意。不过这样好吗？还得麻烦咱妈。什么咱妈咱妈的，你这人自来熟啊！行吗？这个？嗯，挺良家的，但是显得不够大方。这个呢？嗯，是大方多了，但是看着像女强人，充满杀气。我就知道找你来帮忙出主意是浪费时间，你能不能好好帮帮我呀？我马上要出门了。就知道你这儿呢，肯定没有像样的衣服，花那么多钱给人家买礼物，自己嘛穿得这么寒酸，有什么用呀？给你的。你知不知道呀？现在上海阿姨呀，眼光可比咱们这些天天看时尚杂志的小姑娘毒辣多了。先看你鞋子，再看你衣服，还有更狠的，看看你纽扣扣眼的线缝成什么样，就知道你身上这件衣服值多少钱。好看吗？就冲这身衣服，你也不会下不来台。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我这次注定有去无回了呢？不过还是谢谢。哟，美女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讨厌，好看吗？嗯，这衣服真好看，新买的？不是，瑞贝卡赞助我的。哎，对了，给你看我妈寄来的礼物。打开包裹的时候才发现，我妈把这么一个小盒子，里3层外3层，裹得比一个枕头还要大了。后来来电话说，我爸陪她跑了好几个厂子才找到这种花色，说是大城市的人喜欢素雅一点的。为了我的事情还让他们这么操心。哎呀，好了，他们为了你能顺利嫁人，累一点也开心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我们家准时开饭，迟一点都不行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乔丽。阿姨好，来啦。哎，川川，怎么不给客人换拖鞋？啊。川川，给乔丽拿客人穿的拖鞋，在鞋柜的第1层。哦。
不好意思啊，乔丽，不知道今天有客人来，饭菜都没准备。哦，没关系的，阿姨。阿姨，生日快乐！这是给您买的礼物，是我们家那边特别有名的。谢谢啦。买什么礼物啊？我们家不缺的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，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。本来现在我们中国好不容易出一个80后的杰出的孝星，是吧？前阵子听川川讲要想和你结婚了，我们老人高兴的，家里多了一口，总归是热闹的嘛。我就跟川川说，爸爸妈妈从小到大，你做出的决定都是不反对的，但是在大事情上呢，我们爸妈要给你把关。你太单纯了，有很多事你都是不懂的。所以嘛，今天和乔小姐见个面，是想问几个问题，乔小姐千万别多心呐。我看乔小姐也是满意的，长得周正，条件也不差的。但是我看你穿的衣服和背的包都不便宜吧？这样1个月下来能攒下钱吗？外企嘛，我也是知道的。这个月开给你5000、8000的，下个月工作上出了点岔子，就直接让你白白的。哎呦，不稳定啊！结婚以后，你想过怎么办吗？我们家的条件嘛，算是好的了，但是你要说是好到你们结婚以后能够买车买房的，那还差得远呢。乔小姐想过怎么在上海落脚吗？有没有买房计划？现在时代变了，好多事不是说你嫁了人以后就全部推给老公做甩手掌柜。现在好多上海小姐都没底气这么说了。很多事婚前能解决掉，我们才放心啊！啊？好吧，在某一方面来讲，也算是个杀手。你们应该来谢罪。以这样的销售成绩，不管要给 SC 谢罪，最应该给你们自己谢罪。你有完没完了？你说什么？谢罪？我谢得着吗？在座的各位凭的都是自己的本事，干的也都不差。你有必要在这跟打了鸡血一样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你的上司说话呀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们日本，别跟我提你们日本。蒋家啊，回去啊！开会的时候气质摆脸撕什么香啊？你再有死啊！你不配当 SC 的员工。你别拿 SC 压我。全公司上上下下，你像你这样的没几个。大家都是来挣钱的，就你一个人是来卖器官的吗？好，出てけ。滚！听不懂啊？出てけ！滚！这里是中国的上海，你一个外来的，还真没资格叫我们滚蛋。但是我还就不打算陪你玩了，我辞职，我也懒得给你写辞职信了。我现在口头通知你，我不干了。陆凡，你冷静。来点，走吧。这样的员工啊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老板，都会是叛将。对，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早就打算自己开公司了。就算今天不跟你急，我走也是这2天的事儿。以后生意场上遇到了，涂金总监，你记得跟你们高木总裁一起喊我一声陆总。
川川，我准备休息了。好，那我送他回去。小姐，东西拿回去吧，我们用不到的。阿姨，您留下吧，这是我爸爸妈妈在老家特意帮忙选的，是茶具，质地很好的。哎呦，还惊动你爸爸妈妈了。你爸爸妈妈也好笑，我们上海什么买不到啊？你拿回去吧啊，我们用不到的啊。哎，不行，差不多，不行，再加点，再加点。第一次去人家弄碎了，不太好。不是用不到，是用不上吧？想想也是，这套茶具放在哪儿呢？摆哪儿都不合适。为了这么一套茶具，您还得把家重新装修一遍。乔丽，怎么说话呢？阿姨，我相信您在上海什么都买得到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很难买的，就是教养。是，陈端在您眼里样样都好，我在我父母眼里也是一样的。最后跟您更正一件事情，求婚的是陈川，8年前拼命追我的也是您的儿子陈川。8年里他一直守在我身边，不舍得把我拱手让人。但是您知道，有的时候不离不弃和死缠烂打只有一线之隔，这个道理您明白吧？乔丽，乔丽，没用的，陈川，你妈不会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的。乔丽，来之前我想象了各种不好的画面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结果会这么坏。你先跟我回去。我跟你回去有用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们2个能不能在一起以后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回去跟我妈道歉。道歉？对，道歉。你凭什么那么跟我妈说话呀？我凭什么？你看到你妈是怎么对我的了吗？那是我妈从小到大供我养我的人，你还没过门，还没嫁进我家呢。我庆幸我没嫁到你们家。我要是真的嫁到你们家了，我赔笑脸得赔成什么样啊？我明白地告诉你，乔丽，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理想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找一个懂事的老婆伺候我父母，能把他们2老开开心心地伺候到归西，我这一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我一直以为你能胜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对我爸、对我妈的爱你理解不了，他们给了我太多了，我永远没有资格责怪他们任何事情。所以我的快乐不一定是他们的快乐，但是他们的快乐一定是我的快乐。今天你必须回去跟我妈道歉。我妈血压高，心脏也不好，要是因为这事让她不高兴，身体不舒服，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。你要是不跟我回去，我们就分手。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陈川，你真可怜。
挺好的。你们一起吃晚饭了？哦，对了，妈妈给他们买的礼物，他们家喜欢吗？喜欢。丽丽，你现在马上去吃饭，然后呢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妈妈再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。晚上去吃饭，啊，答应妈妈。妈妈知道你晚上没吃好饭，别让妈担心，好吗，孩子？好，妈妈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好孩子。鱼是丽丽喜欢吃的啊。到了上海，家里的饭你可吃不上了啊。你放心吧，我怎么会亏待我自己呢？再说了，上海好吃的也多呀，我一年换着花样都吃不完。这个好吃。哦，好，我吃完饭就去。现在啊？下班了一起去，下班一起去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马上。东西很刁的也是。干嘛呢你？去销售部拿快递，让我现在马上。丽丽啊，实在不行就回来。我们这城市虽然小，但总归只有你的家，有爸爸妈妈。上海再大再好，那也是别人的家，记住了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每一位学习经济的同学，都要时刻把自己想象成西西弗斯。这位希腊故事当中的悲剧人物，他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工作，就是推石头上山。推石头上山呐，谈何容易啊！而且，每一次他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，那块石头又会滚下山去。故事当中的西西弗斯，他最大的梦想是把石头放到山顶。而你们要做的，你们要保证这块石头继续的滚动，不管它是从低处攀爬还是从高处坠落，你们要确保它一直是运动着的。这项工作也许永远没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，但是在我眼里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魅力。同学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后学会享受推石头上山的每一天。
说你讲课这范儿是越来越正了，那道貌岸然的感觉，拿捏的真好。什么话一到你嘴里，就听不出好话来了。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大喜事儿。大好事。什么？哎，跟你媳妇复婚了？哼，要那事儿我还找你到这儿来，我就让你陪我到庙里烧2炷香拜拜菩萨。那到底什么事儿？哼哼。哎，你别顺着啊，什么事快说，好吧？终于等来了，你王桂林终于活着等到这一天了。呸！大学教授连句吉利话都不会说。啊，胡子先别刮了，让老陈头把酒热上，先喝2杯。哎，改制资金多少？700万。7000万，不会吧？7个亿？我们发改委和国资委已经确定，这次投给京通的资金定在7个亿。张副市长，您还有别的意见吗？好，没有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去落实这个资金的就位情况，希望这股活水能把京通彻底盘活呀。是啊，水呢，我们已经帮京通引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怎么样把这个水用对用好，京通的改制才有希望。所以，负责人的位置，谁来做，至关重要。啊，张副市长，哎，您是不是觉得王桂林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我觉得呢，桂林同志啊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他当过兵，啊，有纪律，而且这几年啊，一直靠他在京通撑着，他对京通有感情啊，啊。但是呢，话又得说回来啊，王桂林同志也没有很多的实战经验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地考虑一下。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一定要和现在这个市场接轨的人，啊，最起码和外企接触的时候，他要有经验嘛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。我的这些看法建议啊，仅供参考啊。具体人选要由你们来商讨定夺。我知道了，咱俩是发小，又是厂里的子弟，这回你得帮我出出主意。你是经济学讲师，又在企业干过，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，都比我强。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7个亿的改制资金，我怎么花才能分毫不差都把它用上？反正你只请我刮个脸，7个亿花不完。7个亿啊，你就请我刮个脸？你铁公鸡啊，空手套白狼吗你？行，有好酒，有好酒。陈师傅，哎，来。哎，国庆节的时候，我送你一瓶曲江红吧，没见你喝呀，没找着酒友。今儿我们俩来陪你喝了，快把它打开。
哪有送人家东西还自己惦记着啊？别想，没门儿！你们俩啊，喝完这粥赶紧走人。我这雨方面呢，不快去酒馆喽。不是，我怎么也被牵连上了？陈师傅，您甭理他，他这人得意忘形。行，陈师傅，你把那酒拿来，我们俩今儿先喝了，赶明儿我送你瓶更好的。别忽悠，酒没了。老头刀枪不入你。凑合，来。老板，我先给你泼个冷水吧。改制资金7个亿，猛的一听，肯定是心潮澎湃。可是根据京东的现状啊，这钱真的不算多。你们京东这么多年，面上的债务、隐藏的债务加起来一定是一大笔。改制一旦开始，你肯定要先清理这个障碍，啊，那样才可以放开手脚往前跑。7个亿，很多吗？就在你清除障碍阶段，就已经7七8八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改制的过程啊，就是一个清除旧账的过程，不对呀。改制是为了获得新生。既然政府下决心改制，肯定是要想把京通彻底盘活。我刚才说的呢，是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的。按照你的性格，按照你对京通的感情，你肯定一上来就先想把这些事情理清楚，工人的去留啊，未来的生活保障啊。废话，是个人就得这么想。你这么想也对，反正你是京通改制的负责人，不管怎么想啊，你这主心骨得拿稳。我研究国企改制这么多年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我跟你说两句。改制资金越大，决心越大，你个人冒的风险也会越大。我打赌，一定有很多人一听说7个亿就会闻风而动，来抢你这块大蛋糕。就算你千辛万苦改制成功了，那京通也成不了你的私人企业。到最后，是不是能由你来掌管，这就很难说了。你用不着给我泼冷水了，我这才高兴2天，你就看着不顺眼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只要能把这半死不活的京通给折腾起来，我个人去留，我还真没放在心上。张副市长，我倒是有个人选，我认为非常合适。哎，说说看。于志德。说起他的资历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原来在北京进修的时候，攻的就是体制改革，现在就在著名的中华商学院任教。在工作中，他也经常跟外企打交道，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和外企沟通的经验。他还经常回我们江州大学做客座教授。张市长，我问过江州大学的王贵校长，对于志德也是赞赏有加。再说他原来就是京通出来的，现在重新安排回去工作，再情再理，这样的人选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哎呀，虽然于志德在各方面还可以啊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女婿，有那么一层关系，我觉得很不好嘛。啊，张副市长，这个您不用担心，现在啊是举贤不避亲呀。那如果改制这事儿你来，那这钱够用。同样的资金，绰绰有余。那怎么到你这儿就够用了呢？越繁杂的摊子，你就越要用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，否则越来越难。要我，只需要3步：精简、清算、
改头换面。不跟你说那么多了。来，反正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，我陪你喝杯壮行酒，送您上路。来，今后有具体问题，我再帮你具体分析。放心。喂，哎，陈老师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是，什么？好吧，我马上回来。我得先走了，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一个学生留学，觉得自己的成绩单不好看，居然到老师那儿去买分数、买成绩，什么事儿？关于改制的事情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啊，你赶紧去吧，我走了。邵文泽，请走。我非常想知道，你想用多少钱来买这2颗成绩单？花完所有钱都行。于老师，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，我花了整整4年来争取。我的托福成绩很好。我的专业课成绩也非常的棒，我没有时间去上法律基础这些课，因为我花了所有的时间去找资料、写论文、争取发表，我不能栽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，我必须争取这个机会，在所不惜。于老师，我想见您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心情只有您能了解，因为您在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您说，在追求机会的过程里，没有道德感可言。因为机会，它本身就是以多数人的失败和少数人的成功来作为基础的，在这个过程里，难免会背叛自己，难免会伤害其他人。我是说过这句话，可是你曲解了我的意思吧？我还告诉过你们，背叛和欺骗，在一个商品社会里，有的时候是不能够用道德标准去定义他们的，有时候。他们是你不得不具备的一种生存技能，而这个技能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用在能够真正的影响你一生的那个机会上，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用了，你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才会少一点。你的问题，我会和其他老师商量，争取内部处理吧。然后再给你补考的机会。如果你考过了，你就带着一份真实的成绩单出去。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安排。我王桂林以前是个军人，军人的价值观是什么？就是打仗的时候，不管前面有多危险，你必须冲锋陷阵。可现在算怎么回事？我在战壕里不见天日的守了3年，终于该杀敌了。你换精兵强将上了，那要是这样，我还留在京东干什么？你干脆把我这厂长也换了得了。桂林啊，你得先听我说说这个改制的负责人是谁。我不想知道。我自负地说一句，在江州论及对京通的了解，除了我王桂林，没有第2个人。政府派来的负责人是于志德。谁？我相信在整个江州，论及对于于志德的了解，除了你王桂林，也没有别人了。于志德是你的发小，也是京通人，他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和长处，你应该是很了解的嘛。以后改制这个事情啊，你就主内，让于志德去主外，跟外企沟通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
我服从组织安排。干嘛呀？记得你昨天答应过我什么事儿吧？什么事儿啊？去相亲啊。相亲？嗯。啊，你还记得呢？我那时候不是精神不稳定吗？我随口答应的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哎呦，废话，我当然当真了，人我都给你找好了。明天3个人，2个呢是我认识的。还有一个啊，是我上相亲网站帮你找的。3个？嗯，一天见3个。还有一个你从真爱网上给我找的，你怎么不给我办个招聘会呢你？你以为呢？这就是招聘会啊！你赶紧给我打扮好了。你看啊，第1个呢10点就见，第2个吃午饭的时候见，下午呢你回来补个觉，第3个是晚上8点。瑞贝卡，我这个人呢身子比较弱，我招架不住这种车轮战，你就别逼我相亲了啊！我妈都没对我下这种毒手。你妈就是太溺爱你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看看这房间，一进来就是一股孤寡老人的气息。感情受挫了，你就可以让自己净身出家吗？你妈就是没看见你这样，看见了一定第一时间变成我的战友的。我在发展事业呢。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的，少拿事业当挡箭牌，你就不能2手都抓，2手都硬吗？哎呦，你别在我屋子里面吵了，还有正经事儿要干。小丽，你真的决定了？这种事儿可不能后悔的。可是你说你。放着好好的总经理助理不干，非要跑到小公司去做销售。这女孩做销售吧，就跟男的做保姆似的，听起来总归不大体面的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找到一个小公司愿意接受你做销售啊。这个人呢，就得自绝后路，不然就会存在侥幸心理。我得让自己先置之死地，才能后生。哎呦，侬希望混口饭吃呀，混得要死要活的。唉，以前咱俩一块做前台的时候，销售部琳达他们那些女销售段子，你听的还不够多呀？啊，你呀就是受了陈川的刺激，可是按理说吧，你受了他的刺激，应该开始听我的建议才对啊，赶紧给自己找个有家底的老公给嫁了，这才人间正道啊！可你怎么就弃明投暗了呢？你刚才又提了陈川一次吧？老规矩，晚饭你请。明天我去相亲就是了，但是以后的半年都不许拿这事儿烦我。也许是因为夜深了，也许是因为乔丽与那片繁华之间相距太远。总之，这一刻的上海看起来格外的友善、谦和、温情脉脉。看着这夜色，乔丽在心里轻声说：“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留在这里的。”贝卡，我要做销售，是因为我要赚钱。我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以不犯法、不亏心为前提，用尽全力挣钱，哪怕榨干我自己。我要改变我的生活，我要让这个城市承认我。从明天起，大家可以笑我拜金，
可以说我物质，但是我也要演一个我自己想演的自己，你明白吗？嘿，殊途同归嘛，我懂的。你说这张丽啊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她就不老哎，基本上没怎么变。你看人家这皮肤啊，多好啊！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，你没见她怎么好看过，对不对？没操心的事儿，有什么机会老啊？是啊，人家什么家世，市长女儿啊，人家这也嫁得好呀。你看人家这老公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气质啊有气质，人比人啊真是不能比。回去啊就想把我家那位啊打包塞床底下，免得看了气的。那你今天可要多喝点儿，你先要把自己给喝美了哦。回去看你的老公啊才能顺眼呢，对吧，爸爸？那你再把它干了，哎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吧，一起来。来，张丽。张丽啊，今儿咱们老同学出来聚会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还把老公带出来当保镖。其实咱们也不是不想把自己的家属带出来，只不过都结了婚了，都已经成了啤酒肚配水桶腰了。瞧你们俩还是郎才女貌。你不是故意气我们吧？不让他来，非得跟着来。对不起啊，今天你们老同学聚会，肯定得喝点酒嘛。我是来给他当司机的。我今天就是一代驾。哎呀，这也太体贴了。哎，你这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就是江州大学的一个小老师。马上就要调到咱们江州精通厂了，负责改制。哟，那蛮好。那您这可是身居要职，肩负重任啊！这一杯我得敬您。好，对道理。那你别在意，我给你查代表。以后还要您多多关照啊。我就说嘛，不是一个大人物，也配不上我们堂堂的市长千金呀！大家说对不对？来，喝酒喝酒！来。精通改制的事儿，没有事先告诉我，啊，不合适吧？哦，爸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让你先有个心理准备。昨天晚上应该跟你说的，忘了。这精通改制一直是王桂林负责的，我这么半路插进去，不明不白的，算怎么回事啊？爸既然这么决定了，一定有他的考虑。可你们也应该考虑，我和老王是这么多年的朋友。爸既然这么说了，你就这么做。我知道在你心里，这个机会也是求之不得的。一个小民企能降得住你？别开玩笑了。你要做的就是感谢我爸，其他的问题自己处理吧。送我去江州酒店做个 SPA。好吧。对了，上海的 SC 公司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抽空跟他们见个面。为什么？爸让你做的事儿，你觉得有必要问为什么吗？
话说，天导，如果精通改制的事儿让你给办砸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于志德后半辈子就赔给我了。哎呀，那恐怕得先问问你弟妹同意不同意啊？陆先生，东西我们搬到物业了。请吧。陆先生，您这个季度的水电费还没有向我们缴清。那个，等我2天，我不是还有押金在你那儿吗？跑不掉的。好的。要不我先介绍一下啊，我是做 IT 的。哦，我们公司就是做软件的，我们的工作有共通性。哎，现在市面上啊，你就随手这么抄一抄，10个8个都是做软件的，做 IT 的。哎，你说做这个盗版软件的，他都好意思说自己是做 IT 的。哎，啊。我做 IT 是不坐班的，你要让我去朝9晚5的上班啊，那就把我逼死了。那你平常总得见朋友什么的吧？什么朋友？哎，我自己这样活得很好啊，我不会为了我几个朋友，我就改变我的这个作息时间的。乔小姐，你不要看我这样，可能你觉得我有一些邋遢，对吧？但我人是好人啊。现在光天化日下穿的道貌岸然的，你说有几个好人？我跟我以前那些朋友啊，现在我根本就聊不下去了，见了面就说钱，见了面就说钱，你说俗不可耐。个个搞得跟精英一样，单位里还发了一些什么超市卡、加油卡，就觉得组织给他们关怀了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有自由。他们这些人哦，就放弃了理想，放弃追求，放弃了精神生活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为了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哦。所以呀，啊，他们都结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你还在相亲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喂，哎，程总。哦，好的，我马上回公司。不好意思，我老板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得回趟公司。你慢慢做啊。没事。单我来买。没有了自由，没有了精神追求，就剩下买单的钱了。你慢慢做，我先走了啊。信封里是我给大家的遣散费，还有我替大家写的一封推荐信，希望能够在你们找新工作的时候帮上一点忙。市场不好，我没有能保住这个公司，保住各位的饭碗，是我没用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许以后大家再聚在一块儿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老板，这是档案柜的钥匙和门禁的钥匙。回去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老板，明天见。老板，
我不是有意的。没事儿，回去吧。那老板再见。再见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陈一健也就几个月前嘛。听说陆总自己的公司成立了，我就一直想要来祝贺。不过，你看，我带着花篮来了。可是，好像晚了一步啊，陆总。换家了啊！陆芳，记得你在公司时，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？人生最应该拥有什么？高智商、高学历、有钱的父母，倒不如有一个习习武的好性格。涂景，拿着你的花，给我滚！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你能稍微把我说的话理解深刻一点，现在根本不至于混成这样。可是，看着自己曾经的手下这么落魄，我也很难过。喂，保安。我说，不过总会再见的。现在从陆总变成陆芳，1年后从陆芳变成什么？品种会把一个人改造成什么样？我真的很期待。再见。我教学啊。乔姐姐，我想好好的再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其实您从点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介绍了，我觉得已经很全面了。嗨，不够不够！你瞧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哎，除了这女朋友还没有，其他全都有了。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经历？好，咱们边吃边聊吧。行，行。你吃，我说，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？对了，从我小学的时候的经历开始讲。那个时候啊，我那学习啊。你说是不是？
先生你好。喝点什么？要 flow egg。好。你好像跟照片上不像啊。哦，那个照片是修过的。哦，乔小姐，我们都是有目的来的，所以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。你们啊，不合适。那正好，反正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的了。你还能看出咱们俩不合适，我呢，看你的五官都只能看出个轮廓了呢。这样好吧，既然我已经来了，我就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你要是以后啊有合适我的，哎，就介绍给我，好吧？家里催得太急，没有办法。谢谢谢谢。好，你说吧。我是上海人，每月工资3500块钱，在民企工作。虽然我现在收入不高，但是我是潜力股。我的理想就是3年买车，5年买房，哎，都是贷款的。你还挺乐观的哈，不过压力也够大的。哎，所以呀，我要找个漂亮一点的，哎，这样我的动力就足一点。哎呀，其实我的要求真的不高，我就是希望女方家里的条件要稍微好一点，她父母的关系呢要稍微强一点，这样我奋斗呢也轻松一点。哟，那幸亏咱俩没一见钟情，就凭你跟我的这个条件吧，要是真结婚了，那就是强强联合的反面教材，对吧？乔小姐，你这个话我不爱听的，你当我没看出来啊？你也是那种贪慕虚荣的拜金女啊，而且表面上绝对看不出来的。嚯，帽子扣得够大的，口口声声说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老婆的人是你吧？对啊，我条件好呀。你呢？哼，你高估你自己了。每月工资3000、5000块钱最多了，没车、没房、没户口，3无人员呀。你还想找什么？啊，找富二代？哎呦，富二代又不是傻子，这种没有性价比的事情他们不会做的呀。我告诉你，我呢，我不一样，我是男人，我后面发展的空间大着嘞。你们女人结婚之后是什么？钞票赚不到的呀。你现在出来就想空手套白狼，你不是拜金女，你是什么呀？哼，怪不得现在啊，什么剩女越来越多，就像你这个样子，怎么搞得好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二位。刚刚你们的对话，我在那边不小心都听见了。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位小姐说。说吧。过来跟你打招呼，我是鼓足了勇气，但是绝非一时冲动。因为从我一走进来一看见你，我就对你有点动心。你完全符合我对女性的一种美好想象。听到你的择偶条件之后，首先我觉得很合理，其次不自夸地说，在物质上，我完全可以满足你。您还在啊？您不是有事儿吗？要不您先忙。干什么啊？跟拍电影一样，想蹭的。这个名片是你的？是我一客户。那一见钟情也是假的吧？我本来想在边上看这出好戏，看你能不能继续刻薄这个男的，彻底把他击败。但没想到你因为那几句话就傻眼了，我就想，我也来客串一下，替你撑撑场面。真的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有可能被那男的气哭了。你比较勇敢，你还敢出来相亲，我就没这个勇气。现在相亲就跟打仗一样，拼家世、拼学历、拼姿色，一上来就真刀真枪的开战了。像你这样只是逼口才的，还不多见。你好，乔丽。陆帆。那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正在失业中，
巧了，我辞职进行时。值得喝一杯。服务员 ，Frank， 好久不见。何总，接到你电话真的很开心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见个面吧。你有时间吗？时间倒是有，就是什么事儿呢？如果只是吃饭喝酒，你永远不是我的第一选择。这你知道？我知道。我们约哪儿见面1个小时以后，在茂苑见吧。我们边吃边聊。行，待会儿见。好，就这样。乔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一朋友找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哦，那你走。那个，一会儿你也赶快回去吧，太晚了外头不安全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怎么了？结账是吧？我知道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不是，我是想要你电话。喂，程总，您这么晚叫我来，是不是我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以为您星期一才会看到呢。乔小姐有别的工作安排，想跳槽？没有，我是想换个工作。换什么工作？如果你要是想结婚去当家庭主妇，那我就只能祝福你了。不是的，我是想做销售。赛斯是中国最好的外企之一，我在这儿做了您1年的助理，学到很多东西。但是，我不想一直做这份工作，我想做一名销售。那好，你说说，你给我做了1年的助理，都学到了些什么？赛斯公司一共分成5大部分，销售部16个人，市场部10个人，财务部8个人，人事部9个人，技术部40个人，研究院32个人，后勤服务6个人。人事、财务、后勤是管理公司为其他员工服务的，技术和研究员是为了支持公司的销售与市场，市场部是花钱的，为了公司的产品和品牌。这么算下来，为公司赚钱的就只有销售部了。也就是说，这16个人要负担所有公司的经济，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。不错，说的不错。那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没有考虑在赛斯做销售呢？我没有工作经验，在赛斯做销售几乎不可能，所以我想先找家小公司积累经验。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的。为什么这么想做销售呢？我爸爸从小把我当一个男孩子养，别的小女孩玩洋娃娃，他就带我去靶场看打靶。所以长大以后，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坚强、有冲劲的人。每件事尽了自己10分的力，就能得到10分的回报，而销售就是一份这样的工作。我现在才20多岁，我想去拼杀，而不是渐渐地成为一个没有痛感、没有效率、反应迟钝的职场橡皮人。好，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
那就不要跳槽了，就留在赛斯做销售吧。明天我会给销售部打电话，替你安排的。乔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，谢谢陈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从来不会怀疑我看人的眼光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去吧。真的谢谢陈总，我会跟新来的助理交接好，明天见。亲爱的，我发达了，谈成了，是哪个最满意？什么哪个最满意呀？谢谢。上次见你，是你从 SC 离开的时候，想劝你到美国来帮我，可被你拒绝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再替人打工了。现在还这么想吗？Frank， 对于你的情况，我多少了解一些。这个圈子不大，过来帮我吧，我有大单子给你。何总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还是想替自己打工。其实我这次回来，这么着急见你，是我认为你会接这张单子，因为这次的对手是 SC 的突击，这一仗无论谁输了，都会输得体无完肤。如果你还是自立门户的话，恐怕短时间内你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的抗衡。如果你来帮我，你可能会赢，至少你能势均力敌的跟他玩一把。这个单子有多大呀？大到会让美国的总部和日本 IC 的总部都把它列为1级优先项目。客户是江州精通电子，国企大厂改制，要做一次彻底的技术革新。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留意明天早上的新闻。1年，我跟着您干1年，然后我还是会走，去自立门户。对。
怎么样？想做销售的吧？真要是干销售，还能跟你似的穿得这么严实？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以身作则，彻底改变你对销售根深蒂固的猥琐印象。口气够大的呀！唉，你说生活也真是有意思啊。有时候呢，你自己做好了所有的选择，但偏偏一个都用不上。可就有那么一些走狗屎运的人，老天爷居然会帮他们做好计划 B。算不算狗屎运还不一定呢。从今天开始，Linda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。现在离公司这么远，我已经闻到空气里飘着那种血雨腥风的味道。你那么怕他干什么呀？想想你是怎么进赛斯销售部的好吧？总裁直升，空降部队，你后台硬死了。他再看不上你，只要还想留在赛斯干，就不会傻到脑子缺氧去鸡蛋撞石头的。你别说那么夸张行吗？说的我跟程总好像真有点什么事儿似的。鸡蛋碰石头，没错，鸡蛋是破了，可是石头上呢，也得沾一堆腥了吧唧的鸡蛋液吧？就你这种人呀，活得累死了，瞻前顾后的。反正你就放心吧，只要陈奕群一天不走，你就很安全。为什么夏季是补钙的黄金季呢？夏天钙的。我为之工作多年的赛斯中国这家优秀的企业，可能我会离开一段时间。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，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能够来，能够把这个消息帮我传递出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想必今天的新闻各位都看到了，也知道赛斯的内部出现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新任的赛斯中国区总裁何成峰先生。各位好，首先我很抱歉程奕群先生的离职，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同事。我在美国赛斯总部任职多年，这也是我头一次到中国大陆来工作。我想各位都已经预见 ，VP、销售总监和市场总监的同时离职，将给赛斯公司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。但我也认为，它也是一次机遇和挑战。既然临危受命，我可以负责地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们携手，以镇定的态度去面对，我们就一定能让公司重回正轨。赛斯作为美国企业，我们崇尚 Happy Time for Happy Work。希望大家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，为赛斯创下佳绩。销售总监将会很快和大家见面，市场总监也将于不久由美国公司挑选出来。请各位安心工作，祝你们好运。何总，请。再见。最近开淘宝店了吧你？还亲呢。我在茶水间等着呢。还没出来呀？嗯，都在里边听新总裁训话呢。哎，我怎么觉得程总临走前的一个顺水人情让我深陷虎穴了呢？我说你知足吧，就算留在总经理办公室接着当助理，新老总一到，你照样得被遣走。哪个新总监会在自己身边留前任的人？那也总比现在好吧。我刚才就琢磨，要是新的销售总监来了，销售部肯定还是要整顿的，到时候我可能还得走。想不到，
你倒挺有觉悟啊。跟我走吧。来，大家欢迎一下新同事，乔丽，是我们陈总，前任陈总特别向我们销售部推荐的人才。好好干呀，乔丽，别让赏识你的陈总走得不安心啊。请问我坐哪儿？就坐这儿吧。你来得太突然，我们销售部也不是随时有空位子候着别人的。琳达，以后我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向你请教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以后再说吧，没准儿新任总经理一到，也觉得你是个人才，到时候谁请教谁还说不定呢。真没法冷。哎，小陈，进来坐。您找我？嗯。小陈呐，以前你们宣传处很清闲的啊，那是因为厂里边没有新气象。你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写，对吧？现在不一样了，啊，改制要开始了，哎，你们宣传处得震到前线来了。对上呢，要负责向领导汇报；对下要负责向全社会汇报我们精通厂改制的一举一动。哎，任务很重的，哈哈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不说大话，一直等着这天呢。嗯，很好。这个，为了配合你这个工作，我准备在你们处提拔一个副处长。这个宣传处，你要说小也不算小了啊，一直就你一个正处，没有副手，这个好像也说不过去呀。你说呢？好事儿。嗯。那么，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？赵远这几年的努力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如果把他提上来，应该没有什么反对意见。赵远，哎呀，赵远，哎，倒是也可以啊。不过，在国企做领导。那不光要看个人能力，还要看综合条件呢。那这个综合条件，您指的是？哎，那指很多方面了啊，比如这个社交的能力啊，你再比如组织内部关系处理的能力啊，等等等等啊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，好吧？好的，您的决定一定就是最合适的选择，我没有什么异议。谢谢组织在改制这么忙的时候，还能考虑到我们宣传处的需要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琳达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这个表我看不懂。没时间，我很忙。琳达，你等一下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但是现在在一起工作了，能不能合作一下，尽量的就事论事，不要这么勾心斗角的好吗？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。我告诉你没有时间，我的意思很单纯。
就是我现在有事要去做，辛总裁在办公室等我做销售部现阶段的汇报，所以我必须要离开。乔丽，我不会针对你的，你呢有你的好运气，我呢不靠运气，靠实力。这里是职场，大家都各凭本事做事儿，你不要往复杂里想。我们都是在赚钱糊口，不是在演宫心计。还有，你那个报表看不懂，很简单，就是你把数据的横向和纵向填反了。下次问我问题，挑选一些稍微高端的问题来问我，好吗？你看，他跟丽娜较劲，知道吗？喂，你好，销售部乔丽。十分靠谱的内幕消息，新任销售总监 Frank Lu， 35岁，男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硕士学位，回国后在 SC 担任销售，销售业绩十分突出，后自立公司，喜欢喝红酒，是法国沃夫红酒协会会员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未婚。你不去当狗仔，真是八卦界的一大损失。谁还没点一技之长哦？等一下，我给你发他的照片。履历这么精彩的人，长相肯定特别平淡，老天爷是公平的。给各位介绍你们新来的销售总监 Frank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帆，你们可以叫我 Frank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项目要做。各位可能已经知道了，就是江州老国企精通电子改制的软件销售项目。这个项目的销售金额是7个亿，所以美国赛斯总部已经把它列为1级优先项目。由于人事变动的关系，我们起步比对手要晚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准备一下自我介绍、以往的销售经验，还有对于这个项目的想法。我会在我的办公室里跟大家轮流面谈。谢谢大家。Frank。说说吧，你到底想对我干嘛？啊？一般都是男的看见辣妹有这种生理反应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也……不是，是我做，是通风口，太热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说不清楚。上头说你是第1天到销售部。之前我在 VP 的办公室做助理。怎么会突然跑到销售部来呢？本来我是想辞职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我把辞职书交给了程总，他就把我留在了销售部。就是前1天的事儿。嗯，看来前任 VP 很赏识你嘛。不是的，我跟程总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可能是觉得他人之将尽。啊不，我不是说他快死了，我是说他快走了。然后就想做一点好人好事儿，所以就把我留下了。我跟程总是清白的。我什么也没说啊，能别这么激动吗？你不怕又流鼻血？好了，你说说吧。如果我把京东这个项目交给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怎么开展？我是个销售新人，没有什么经验。如果要形容我现在的状态，就是有勇无谋。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单子，不管是大是小，我都会先拿出我的勇气去冲锋，然后在实践里边不断的积累经验。我会一直保持我的勇气，不轻易的放弃和妥协，然后让我的经验尽可能快的和勇气成正比。好，先这样吧。麻烦你帮我叫琳达进来。
大家辛苦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是我们京东项目组的第一组会议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谈话只能发生在我们3人中间。除了会议室的门，你们不许和任何人谈起项目的任何细节。先来看看客户。现在的情况比之前我们了解的要清晰了一些。王桂林是现任京东的厂长，但因为技术知识有限，所以漳州市的发改委找来了优质的代表京东和外企进行销售谈判。这个人出身京东电子，之后去北京，拥有中华商学院 EMBA 学位，也在民企做过负责人，跟外企有过大量的接触，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。最近2年在漳州大学里担任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制，是个理论结合实际的人。部长你来说说你那边了解的情况。从我爸那得来的消息，于志德不会只是简单的帮京东完成销售谈判后就走，他年轻有实力，加上岳父是现江州分管经济的副市长，所以政府关系很好。现在来看，最有可能当上京东的掌权人。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王桂林可能也不会反对，因为2人本身就是很好的朋友。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攻下于志德这个人。小妮，你那边的功课做到了吗？我已经让我爸跟于志德的岳父接触过了，我们已经领先了赛斯一步。后天于志德要来上海开会，我正在约他一起吃饭。赛斯那边怎么样？赛斯现在恐怕顾不上京东这个案子了。据我了解情况，赛斯中国现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前任程义群带走了销售总监和他培养出来的一群台湾人跳槽了。现在合成风空降赛斯中国，说是临危受命，我看他是一脑门子的官司，整合销售部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好，你了解的情况也很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搜集我们这几位对手的情报。跟优质的晚餐，周小姐也要一起来。周小姐，以你了解的情况，赛斯那边会派出谁来负责京东这个单子？我从赛斯了解的情况，他们最有可能派出的销售是琳达。这个女人很可怕，30多岁了不结婚，为了抢单子争客户，像一个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拼杀，而且相传尺度一直都很大。他们除了琳达以外，也派不出别人了。霍正峰现在也被人捏住了喉咙，除了琳达以外，我看他就像是菜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刚刚得知的消息，赛斯的新销售总监上任了，名字叫陆帆。那我就更放心了。小妮，再等一下。我目前能打探出来的消息是，于志德和他的老婆关系不是很好，这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弱点。是个弱点，也有可能会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他的岳父知道了这些情况，于志德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派出车友你去试一下。琳达这种女人啊，就是女人里的比亚迪，便宜、实惠、有性价比，所以会成功。因为有人愿意贪小便宜，但车友你不一样，她就是女人里的兰博基尼，所以跟优质的派他出马，也可以了解一下优质的底线。你先回去吧，啊。
早就听说赛斯的金牌销售琳达，想不到有一天可以一起共事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也是，谢谢。京东这个项目，你已经知道细节了吧 Frank，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，开门见山的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吧。我在赛斯工作快8年了，这8年时间我全都用在拼业绩上。我不会和老板套近乎，我也不会和同事玩心理战。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卖东西，看着我的业绩一天天攒起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不在任何地方浪费我的时间。京通这个项目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而且势在必得。前提就是如果你交给我来做。果然是传说中的强势。是啊，我从来不让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，这也就是我做销售的原因。我的业绩说明一切。好，我会综合考虑一下。先这样吧。谢谢你 ，Frank。谢谢。哎，听说你们销售部要打一个天文数字的单子，销售定下来是谁了吗？这么肥的单子，谁做谁赚死。不知道，反正不管是谁呢，也不会是我。我还是乖乖等着我的小单子吧。哎，金总监人怎么样呀？长相嘛，没得挑了，5星级标准的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，昨天晚上在酒吧帮我解围的那个人吧？记得，后来电话也没留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新总监。啊？会不会太巧了呀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这真是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一夜情呀！你，偶像剧呀？怎么什么事一到你嘴里就直接奔低俗电影去了？那他还不把那单子给你呀？凭什么呀？我又没经验，搞砸了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最有可能的，应该是琳达，销售部里最有经验的就是她了。她是对怎么搞定男客户有经验。乔丽，这是我们的销售乔丽，这是配给你的售前技术知识刘明达，以后你们要好好合作。你好，你好，乔丽是我们销售部的新人，你要多帮帮她。来，这些是一些技术书籍和资料，看起来挺枯燥的，但没办法，你们见客户的时候，除了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外，还要对自己公司的产品特性非常清楚才行。谢谢。女朋友啊？啊？这么紧张？哦。你怎么跑这儿找我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到这儿来找你啊？不是，我们公司，你这……你以为你谁啊？电视剧里的潜伏党员，到处都有眼线盯着你啊！不逗你了。这是上次那笔钱，我顺路过来给你的。京通的案子，你帮我盯紧点儿。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钱会比这次多得多。你要再这冒冒失失的，咱俩以后就别联系了。京通有什么新消息吗？没有了，最新的都告诉你了。刚才我们新来的那个销售总监把我配给了一个刚调来的菜鸟销售，我这争取去琳达那边呢，因为他们都说还是琳达拿京东的机会大，说是有好几个亿的大单子呢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紧回去了啊。喂，新华，
回你家还是回我家？看你喜欢啊。那好，还是就你那里吧。嗯，好，晚上见。晚上。 Frank， 也许我年纪大了，思考问题的时候总容易悲观。但就全局来看，有的时候悲观一些也没什么不好。就精通这个项目和赛斯目前的局势来看，你知道谁的处境最被动？我和你。 今天上午，我看了赛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告，我才知道，我的前任和他手下那些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着急走人了。销售数字非常难看，我们得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唉，而精通这个项目，美国总部又是那么重视，所以我们不能失败。但我们处在劣势。 我就会反过来想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得先让自己的局面不至于太难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，我希望最后在赛斯工作的这些日子里，我能体面的收场。而你要和土井一决高下，你就要继续留在赛斯。如果你也提前出局，那你的日子也会很难。 这么去想，精通项目的销售人员，必须是一个能帮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的人。成了，他跟我们一起邀功；败了，他又可以帮我们自保。所以你好好想想，琳达这个人是否不大合适？ 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单子，不管是大是小，我都会先拿出我的勇气去冲锋，然后在实践里边不断的积累经验。喂，陆帆。 Frank， 怎么样？有决定了吗？是，我决定了。好，把邮件给我一份。给，带着你的勇气去冲刺吧。经验方面可以随时向琳达请教。怎么了？琳达可能对我有点误会。你们之间的事儿不用告诉我。至于你怎么解决，只要不违法犯纪，我也不干涉。你不是女战士乔丽吗？有着以一挡百的勇气，连个战友都搞不定。
请首长放心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妈，这是暖红外线的拖鞋，平时穿的时候充电，脚就一直是暖的。看，这有一个孔啊，你一双，给我爸买一双。这个是按摩的靠枕，你平时看电视的时候枕着它，活血用的，治颈椎的。给我爸买的毛衣，你看合适吗？怎么样？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发财了？这不是天冷了吗？怕你身体出问题的呀。哎，你也让他过来领领你的孝心，就知道抽。你给他买什么养生拖鞋？还不如直接给他钞票，让他买烟抽算了。行了，爸，试试毛衣吧。哎，来了。啊，给我买的啊？怎么样？试一下。看这个颜色蛮好的。嗯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大小正合适嘛。你看，你爸年轻多了吧？真是，挺精神的呀。哟，自我感觉好嘞。妮妮，你以后不要花钱给他打扮了。他这个人呢，除了没有外遇，其他毛病都有的。你要是给他打扮的洋气点，喏，他就开始动花脑筋嘞。你看你说什么呀？老都老了啊，不要命了。哎，你肯跟我说话了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当初没有花叉烧，现在后悔了？啊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这辈子动过这个念头吗？真是的，你这你们两个能不能不吵了呀？一回来就吵的，我都饿死了，也不准备饭。做饭去。今天你去做吧啊！你看我穿这身新衣服呀，沾上油烟气多可惜呀！啊。在家里穿什么新衣服了？赶紧脱下来吧，弄脏了又要花钱干洗的。欢迎大家回到 Jazz Echo， 我是陪伴你们度过每个黄昏时分的段晴。法兰索瓦，他写这首歌曲时，刚刚和他的前女友分手，所以在这首歌的曲调上，请人谱写了非常哀怨的歌词。前几句的歌词大意是：一如往日，我回到了家，你却离开了我，不再回来。我独自睡去，会把眼泪藏起。非常凄凉的歌词，但却非常真实。不过想到大家已经在回家的路上，等待你们的是亲人的微笑和温暖的饭菜，所以我们还是不播放这首《My Way》了，听听这首爵士吧，希望你喜欢。再停下来啊！不要让你孤单，你伤心了，再没有痛，没有苦难了，狠狠去爱，去痛，去温暖你了。你这手艺见长啊，段家同志。现在你做饭的水平啊，直接逼近了街边小饭馆的水准，家宴级别指日可待。就算到了家宴级别又怎么样啊？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来吃呀？我连朋友都不敢往这儿带，就怕出什么问题。别急嘛，你先把厨艺练好，想出风头还不容易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？
没吧？我都累了一天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不行啊？哎，刚才我只顾了吃饭，也没好好看你。来，来嘛，啊？咱们俩好几天没见面了，对吧？来。 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，性感吗？性感。我还有什么时候比较性感？那可多了。你主持的时候，你做饭的时候，那撒娇的时候就不必说了。就算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故意气我的时候也性感。只要你不胡搅蛮缠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吧，真是男女有别。你们男人看我们女人呢，撩个头发也性感，穿个短裙也性感。可是我们看你们，就只有一种方式会感到性感。 什么方式啊？刷碗。你怎么又说回来了？于先生。于先生，过来，我展现一下你性感的一面。好。那我就施展我男人的魅力，啊？ 哎，你坐好，我要让你大饱眼福。让你看看我怎么性感的刷碗。哎呀，刷碗有什么性感的呀？你明天要给爸妈去扫墓吧？对啊，你还记得这个日子啊？当然记得，就算我忘了，每年的今天，你在电台放的那首歌也会提醒我。我可是你最忠实的听众了。那明天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不能，明天我要到京东去开会，而且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很忙。 你要不这样，我明天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挤出点时间来。欢迎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的。哎，怎么又看电视了？不是要看我性感刷碗吗？电视给我关了。以及吉林省餐饮专业委员会。我要让你目不转睛的，要专心致志的看我性感的刷碗，要不我不管了啊！你放在那儿别洗了。 我自己来刷碗吧。老是盯着你这么一个身材走形的中年男人，不光累，还让人绝望。什么？你说谁是中年男人啊？啊？你说谁身材走形？说我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！再。哎呀！你别跑！别跑！妮妮。哎，妮妮，你小兰姐姐结婚你没去哦？ 哦呦，场面大的嘞！听说嫁了个富二代呀。不过那个男方的父母啊，好像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那个妈妈刚上台说了2句话就打结巴了，肯定是个暴发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兰姐姐风风光光的，把自己给嫁掉了。吃你的饭吧啊！有什么话呢？吃完饭再说。你吃你的嘛，管我干什么了？ 妮妮啊，你要向你小兰姐姐学习哦。她当初也说不结婚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为了让父母安心，她开始相亲结婚，这才叫孝顺呀。比起你买那些什么养生拖鞋、按摩靠垫的孝顺，那不一样的。哦，
那天我看到一个报道，说现在大城市里的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8:1，女的比男的多呀。哎呦，看完以后急死了，因为我们家里也有你这么个大龄剩女呀。妮妮啊，你不能再混了，也不能再等了，赶紧行动，否则好男人都要被人家抢光了。不要危言耸听了，好吧？还让不让妮妮吃饭呢？来，多吃点啊。要说起来，妮妮现在嫁不出去，跟你也有关系的。你要是有本事挣钱，我能着急吗？小兰不就是靠着家底厚嫁出去的？不然凭她长得那个样子，18岁以前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，能嫁得那么好？喏，你要是像小兰爸爸一样，是吧？钞票嘛，大把大把的拿回家，给女儿在市中心呢买上一趟复式的。这上门女婿不要太多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啊？怎么一疯起来六亲不认的？我要看你这更年期啊，得到70岁才消停的。我这更年期谁逼的啊？我倒是愿意一辈子过青春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嫁错人了，这日子过得不顺心，我这更年期就更不完。问着你，我什么样的苦日子没过过？爸，妈，你们相互看对方的那一刻，能分得清楚，在你们对面的，应该是相守一生的伴侣，还是互相憎恨的仇敌吗？就算不是为了父母，每个女孩都有结婚的梦想，可这个梦想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一个参照。而我的参照是你们。从10几岁开始，你们2个就2天一小吵，3天一大吵，1个月肯定要摔坏家里1样家用电器。从你们的身上，我看到了结婚的真正意义，不是幸福，是给自己的坏脾气找一个不用道歉的发泄对象。妈，对不起啊。如果结婚才是孝顺的话，我只能给你买养生拖鞋了。妮妮啊，喂，你好，小雷。没打扰您休息吧？没有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我给您打电话，主要是要告诉您一声，您上次让我帮您问的移民加拿大的政策，最近有了些新的变化，要不我跟您说一下？是这样，我恐怕得跟你说声抱歉了。移民的事儿，我要暂缓一段时间，因为最近我接了一个让我比较兴奋的工作。
对。这样，过2天我到上海去出差，我去找你。先把以前的咨询费给结了。好，那见面再说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今年1到4月工业运行情况显示，4月份全国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回落。公布银仓报销本赛季之后呢，本来关于户口问题呢，有很多观众咨询过我们，比如说房子卖了，但是呢户口没有。这已经无关正题，止于日常。你现在罢手还来得及，你会后悔的。好，不行。还文艺频道。图姐，我们就这样好吗？谁都别变好吗？怎么了？怪怪的。说了什么刺激？啊，对了，有礼物送你。这边。打开看看。喜欢吗？真好看。为什么送我礼物啊？还非得要理由啊？就当表彰你最近工作经验吧。原来是员工福利呀。没错，对你来说，没有减轻活动，你的员工福利可不少。不如明天穿这条裙子，我们就和玉志的见面。晚上6点钟，美浓节日本料理。一定会成功，拜托了。啊，你听说了吗？IC 已经和于志德那边开始互动了。这么快？是啊，日本人嘛，喜欢先发制人，速战速决。我今天给于志德打了1天的电话，都在他秘书那儿就给截下来了。没关系 ，IC 喜欢打冲锋，短平快他们拿手，但只要战线一拉长，以图景那个个性，难免不出现什么问题。看着吧，精通这张单一定会耗时很长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 IC 忽略的地方去进攻。如果要说被忽略的，其实我觉得王桂林是不能被轻视的。说得好。图景把王桂林彻底放在了单子之外，但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们还是要派人去跟王桂林这条线，除非确定他彻底放弃，否则绝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觉得派谁去比较好呢？最不引起 IC 注意的人，你和我都不能去，甚至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不行。哎，你那个菜鸟乔丽呢？派他去。乔丽，派他去会不会有风险？我估计他还没入门呢。能有什么风险？啊，2个没有胜算的人在一起，好处之一就是没有风险，好处之2就是会有惊喜，这样的游戏才有意思嘛。
还不走？你吓我一跳。这么用功啊？是。我把考大学的劲头都拿出来了。态度值得表扬。这么辛勤的工作，都顾不上肚子饿了吧？我请你吃点东西。走吧，我这个销售总监来给你做职前培训，你应该求之不得。怎么这么正式啊？我以为会去个大排档什么的呢。辛苦一天了，好好慰劳一下自己。哎呀，每次吃西餐的时候，我都得心里默念左手叉右手刀，生怕自己拿错了。喝汤的时候不能出声音，切牛排又怕自己切的形状不好看。意大利面一摆在桌子上，我心里就想，哎，这时候要是有双筷子就好了。你现在是销售了，以后要经常跟客户吃饭，这样的场合会有很多的。吃个饭就这么紧张，哪还有心情跟客户沟通谈判呢？说起来也奇怪，如果是相亲呢，我就不害怕；但如果是跟客户见面，我就不敢畅所欲言了。你想想看，相亲是向对方介绍你这个人，见客户是向对方介绍你自己的产品。两者如果想要成功的话，有一个共通的前提，就是两个人必须合眼缘。你要有个人魅力。可是个人魅力这种东西，其实是甲之熊掌，乙之砒霜呀。有些人就是气场不合，就看了第一眼，就有生理厌恶感，根本不想再继续了解你的兴趣爱好和特长。如果我见了客户，还没有介绍我自己的产品，就因为我长得不像林志玲，或者因为我没有做到笑不露齿，直接被客户给 pass 了，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？你当见客户是什么呀？人家又不是奔着你这个人来的。你长什么样跟要谈的事没关系，你只是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住局势，让客户静下心来听你的介绍，然后再一步步的挑起他对产品的兴趣。说的容易，怎么把控啊？你被人求过婚吗？求过。好，那你现在回想一下。当时对方的神态，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表情有一点凝重，强势里带着一点脆弱。好像如果我拒绝了他，不光我自己会后悔，他也会很难过。没错，其实不论两个人感情已经有多好，对于提出求婚的这个人而言，永远顶着被拒绝的风险。这个时候，拼的就是诚意，要让对方觉得，如果他选择不跟你一起生活的话，他就做了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。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是真的鼓起了勇气，很有诚意的提这事儿，这样子。对方要拒绝你的话，也挺难的。怪不得说女销售不好做呢。见一次客户求一次婚，我得活得多没心没肺才能练出这种本事来。你现在试试，拿我当客户，跟我谈合作，记住我刚教你的。陆总，你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吗？意思差不多，但感觉差一点，没有求婚的那种必须拿下你的感觉。是，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像求婚的，我看我像骗婚的。我演一次给你看，你记住这种感觉。嗯。乔小姐，我们公司的情况都跟您介绍过了。
那您看，您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我愿意，愿意。先生，您的菜。你看，管用吧？学到我一点精髓了吧？你功力太深了，我回去再练练。对，回去对着台灯，对着杯子，一遍遍的练，等到把必杀的眼神练出来，你就成功一半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你去一趟江州，代表赛斯去见王桂林。王桂林？咱们主攻的不是于志德吗？王桂林也得见，记住，个人魅力加上求婚的魄力，明天正好实战一下。嗯。最近呢，明星和歌迷、影迷之间的关系成了演艺圈最热门的一个话题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部反映歌迷疯狂追星的电影《疯狂粉丝王》呢，也即将要上映了。今天就是要给广大热衷于追星的歌迷和影迷们提个醒。阿姨，您这儿有热饮吗？什么叫热饮？热饮就是热的饮料啊，咖啡啊，奶茶呀、什么的。没有。那您这儿有热水吗？也没有。阿姨，外面太冷了，您这儿有没有取暖的东西卖啊？喏，这个管用。这个是市里对我们厂子的改制计划。我刚才念了一遍，大伙儿都听明白了没？不明白了，回去仔细的看一看啊。你们这些干部啊，一定要把文件给我吃透了。下周2厂例会的时候，都要配合这次改制，拿出你们各部门的小计划来，给我交到这儿。完成不了作业的，我扣你们奖金。扣奖金倒不怕，扣奖金都不怕。这日子过得挺好啊，没少出去赚外快吧？那你说说，你怕什么？王厂，我还真有个担心的事儿。我相信，其实在座的好多人啊，这心里面都犯着嘀咕呢。说出来听听。王厂，你刚才念的呀，我也听了个七七八八。改制是好。像京通现在这样死不死活不活的，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。这改制了，走向市场了，有了新设备、新技术，京通就能大变样，那是必须的。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？谁们？我们呀，我们这些干部。你说，大家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了，大家混的是什么？还不就是个职称吗？这职称是什么？就是生活的待遇和标准。这住什么样的房，拿什么样的工资，享受什么样的待遇，这生病了有多少医保，退了有多少的这个补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是吧？
现在大家钱拿的是少，但是稳当啊，这心里面踏实啊。可这忽然就要改制了，这一改制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市场化了吗？有用的就留下来，没用的就扫地出门了。那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办？尤其是像我们这些非生产部门的人怎么办？还有那么多干了一辈子即将离退的人怎么办？那是不是这一改制了，一次性买断就什么都不管了呢？谁说了要把你们扫地出门了？谁说了要一次性买断了？改制也好，市场化也好，不是要把厂子卖掉，是要给厂子注入新鲜的血液。京东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扒一层皮，怎么能够脱胎换骨？我们大家能不能先不想自己那点小利益，站在厂子的大利益好好想一想？你说的对，在座的各位最年轻的，也半辈子也都给了京东了。厂里有些家庭，2代人甚至3代人都奉献给了厂子。可老话说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咱大伙儿往后想一想，在座的都不是外人啊，我也就不装斯文了。咱打一粗俗一点的比方，目前的京东就是澡堂子里泡澡那水池子，改制就是这一池子热水，这热水还没进池子呢，大伙儿能不能一条心？该砍柴的砍柴，该烧水的烧水，咱把这一池子水给它烧开了。水还没进池子呢，你们都先惦记着，在池子里给自己找一合适的位置，有用吗？一帮大老爷们儿，啊，光着膀子蹲池子里，就这么坦诚相见，不丢人啊？等这水进了京东，大伙儿该泡澡的泡澡，该搓背的搓背，我王桂林不耽误你们。话糙理不糙啊，都回去好好想一想。下周2例会，把计划书都给我交上来。散会。等，坐。气糊涂。宣布一件事啊，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于志德同志。是市里给我们厂新调来的副厂长，专门负责这一次改制的事情。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向于副厂长尽管来找我，啊，来问我。行了，散会吧。人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你这脾气啊，你改不了。这。我这就属于典型的遇着怂人压不住火。对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京东改制还没影呢，没怎么着呢，都先惦记自己那点小九九。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跟你一样。整个京东啊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是把自己整个跟京东拴在一起了，搞得跟买一送一似的。别人只是想吃个定心丸，可以理解吗？关键时刻保大我保小我这种事儿，一朝一夕说不明白，不能着急。反正这事儿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这干部稳不住，底下就更完蛋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回来吧，我会分别找大家谈。哎，有件事啊，我一直想问你来着。还记得那天咱俩在理发馆里喝酒的时候问过你，我说京东改制，如果你是负责人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告诉我分3步走：第1，精简；第2，清算；第3，改头换面。我知道啊，现在京东改制，你真是负责人了。照说这事儿，不管咱俩私交有多好，我都不应该再干涉。但我还是得提醒你，
你改制我不管你分几步走，但精通这1000多号工人不能在这计划之外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你放心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把改制的风险分摊到职工头上。那天我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是局外人嘛，所以我想的办法比较粗暴简单。我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已经是精通人了，我一定会为精通设计一个最完善的方案。啊，那我就跑到上海，先去探探软件销售这水到底有多深。你跟这帮外企谈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心慈手软，啊，不能被他们洗了脑，不能让他们掌控局面，一定要站住自己的阵脚。你以为我干什么去啊？啊，我掐架去，不过是先跟 SC 接触一下嘛，搞得这么腥风血雨的。那你也得拿出咱精通大国企的气势来啊！成，你干脆到那边工地给我捡2块砖头，我带着。到了那儿，我二话不说，把板砖往桌上一拍，直接镇住他。您觉得这样成吗？要这样管用，还用得着你出马？我自个儿去就行了。慢点啊！你等我好消息。哎，怎么有件事啊？忘了告诉你了。今天赛斯那边可能要派个销售过来跟我见面，我估计是约不着你，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。知道我不是改制负责人，看来他们是有枣没枣，搂着先打一棍。我先替你啊应付着啊，尽量避免过早跟他们见面。啊，到了非跟赛斯谈不可的时候，你再正式约他们。啊，我可以走了吧？18里相送啊！你搞得我跟上前线似的。文文，你过来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刚才还好意思拿澡堂子打比方啊？你闻闻你身上都什么味儿了？这衣服该洗了。精通改制不差这个洗澡换衣服的时间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这一刻，王桂林很难不让自己去想象，如果这辆开往上海的车里坐着的是他自己，那么他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？是激动、紧张，还是像当年当兵在沙场上演练进攻时那样，只揣着一腔的冲动和勇猛？这种感受曾经离自己那么近，但现在却只变成了2盏汽车的尾灯，远远消失在他的视野里。但王桂林告诉自己，对精通而言，自己这个人也许是最对的选择，但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哎，桂林，忙不忙？现在？怎么了？手又痒痒了？进去杀一盘怎么样？走着。好。喂。你已经到了吧？对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是不能陪你。我刚开完会，现在马上要赶到上海去办事儿。那你先忙吧。我爸妈肯定也希望我自己去看他们。我会尽早回来的啊。那我先挂了啊，你开车慢一点。没事，你放心。小千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志德是个好孩子，以后结了婚，他不会吃苦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照顾这个家，我会早点选个日子和小千结婚，那样，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您一路走好。
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这些年江州变化挺大的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妈，我知道你担心我。我梦到过好几次，你不愿意我跟于志德在一起。可是妈，就让女儿赌一把吧。她的那些承诺，我相信会兑现的。她说过的话，我都把它录下来了，就在这里面。是，于志德是骗过我，可是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。以后有什么好消息，我会再带过来给你们听的。妈，我可以相信他的，是吧？喂，你是故意让我吧？我还没老糊涂啊！你这个棋明明可以那样走，你干嘛摆这儿呢？我有那么好心上我让你，我这是长远布局，等着吧，一会儿就杀你个片甲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能进来待会儿吗？我来找个朋友，朋友没回来，外面太冷了。来，进来，来坐炉子边上吧，屋里暖和。谢谢啊。你穿那么少，怎么会不冷呢？喂，哎，Vicky 啊，你帮我 check 一个 number 好吗？我这边记录可能有问题。哎呦，在 Frank Cici 给我的 email 里面，找到了吗？6765-3260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6765-3260。哎，姑娘，你等会儿出去啊，把这个带上。你呀，连保暖裤都没有穿，你穿的太少了，老了要生病的。大爷，不用，我暖一会儿就好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你是来找谁呀？哦，我来找一个朋友。哦，好。外地来的吧？嗯，上海来的。来之前也不看看我们这儿的天气预报？看是看了，没想到这么冷呀。你在外企工作？你猜的，太厉害了。这还用猜呀？满江州也找不出一个你这样打扮的。江州没有外企，在外国人开的公司上班，就觉得自己生活在外国的天气里。外企好啊！我们厂里有个成功的儿子啊，天天吵着要到外企去。哎，去年不就跑到上海外企工作去了？外企好什么呀？前一阵他儿子回来了，跟变一个人似的，假模假式的。这说话呀，装模作样的，一句话里非得带2个英文单词，否则就说不出口了，毛病。嫌谁都土，连他爹妈都不入他眼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他跟他爹妈说话也那样，把他爹气得要抽他，说你跟老子，也来拉腔拉调的。我跟他爹聊会儿天吧，他非旁边插嘴，说什么庆幸自己是外企白领儿，什么有美好的前景啊，
今年这公司挣了多少钱，明年翻1倍又能挣多少，年底的奖金多少，我直接拿话给他怼回去了。我说你把命都卖给外国人了啊，多挣点钱那是应该的，庆幸啥？开口闭口就是钱呢，要不就弄一个什么职场的潜伏讨好大老板。临走了，不跟他爹说什么美好前程，改要钱了，说房租贵，工资不够花。 还说什么这是暂时的，说他一定会崛起，因为他在外企工作。跟他爹说这钱啊，算是良好的投资。你猜他爹怎么跟我说呀？说以前是给自个儿养一儿子，现在是给外企养一孙子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，有一个地方挣钱呐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是。 现在的年轻人，图的就是急功近利，死而后已。大叔，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您在外企工作过吗？没工作过吧？没工作过就没有发言权呀。我跟我这老哥这儿聊会儿天儿，还得有发言权才能开口说话呀。哎，来，下棋。您明知道我是外企的，还把话说得这么极端，是不是太不礼貌了？ 要说这礼貌啊，观其不语，懂不懂啊？你这插嘴就是不礼貌。好了，怎么了？进来，暖和过来就坐不住了。我虽然没见过您说的那个在外企工作的人，但是听过这种话以后，我还真是庆幸我自己在外企工作。最起码大家都不是带着偏见生活的。那你们得带着什么生活？有点偏见还好了呢。 你们都是被洗过脑的，整天想的就是那升职加薪，还有什么？我们是有职业前景规划的，我们是有理想的。理想不就是今年多挣500，明年多挣1000，老板表扬你一句，就跟规划了你的前景似的。我们的职业前景规划是在有限的人生里实现更多的目标，不浪费时间，把人生过得完整和有意义一点。 就好比说，在我们外企里，像您这个年纪的中年大叔，多半已经是中层管理阶级了。在这个时间里呢，他们正在焦头烂额的忙工作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也为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过得更好一点。但同样，您呢，坐在传达室里下着棋打发时间。您已经是夕阳西下的年纪了，但毫无警惕心理，随波逐流。在您眼里，我是急功近利。 在我眼里，您这是慢性自杀。哼，我知道，打我一进来您就看我不顺眼，是因为我穿的不顺你意了。可是我今天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的形象，所以不能穿得像您那么随心所欲。可是一个人就算穿得再随意，也要是有底线的，就是不能污染别人的视线，引起别人的生理反感。 在我看来，您就穿得太随意了。一个男人到了40岁的年纪，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了。肤浅。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，但是这话呢，不是我说的，是美国总统林肯说的。幸好您只是个看门的，您要是长了圈，想想都觉得暗无天日。哎呀！ 你看你，人家一个小女孩，你跟她较什么劲儿呢？她要找的谁还不知道，要是那个人知道了生了气，你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吗？我知道他找谁。一个小姑娘家说话这么刁钻呢，你信不信？我今天就让她后悔。不下了。 谢谢尤总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吃一顿饭。
哪儿的话，让你们破费了倒是真的。因为我们 SC 是一家日企，所以为了让于总提早感受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，图形总监特意把这顿饭安排在日本料理店里。不知道于总吃不吃得惯？挺好，比较清淡嘛。于总，您尝尝这个三文鱼，挺新鲜的。你们年轻人吃东西可能会图个新鲜，可我在这方面是很挑剔的。虽然我只是个江州小地方人。三文鱼，涂经总监一定知道，三文鱼在日本是很低贱的。吃刺身最讲究的是新鲜，其他鱼的刺身，如果它不新鲜，那用眼睛直接就可以分辨出来。而三文鱼呢，因为它的鱼肉本身就比较鲜艳，如果它有什么变化，看是看不出来的。表面上鲜嫩可人，实际上吃到嘴里会满口腥臭，看上去风光耀眼，可实际上藏污纳垢。这种事情我遇上的太多了，所以每次日本料理这东西，我能避就避了。于总说的太好了，一定是个专业水哥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吃。以后我可以和于总一起切磋一下了。好啊，那我今后每次来上海，我就找你来蹭饭。一定。哎，不过说到三文鱼，这倒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鱼类。不知道于总知不知道他们的故事？请讲。这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。一条死的三文鱼会产下4件多个鱼卵，然后想方设法将它们藏在石头上，但是大量的鱼卵都会被其他的鱼吃掉，然后剩下的那些鱼卵熬过了冬天后，在春天时便顺流而下，通过淡水会进入大海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它们会被捕捞，会被其他的鱼吃掉。几乎每4条幼年的鱼，最后只能逃生出1条。整整4年后，它们才会变成成年的三文鱼。而到了这时，它们开始了回家的旅程。一路逆行，全力赶路，躲避咸淡暗流。它们的鱼肉就是在这个时候变红色的。然后到了10月份，就让它菲利斯河上游，水面就会整个沸腾起来。成千上万条三文鱼从太平洋逆流而上，来到这里繁殖后代。那时候一眼望去，整个水面都是红色的，非常壮观。很好的故事。我们生活在人的海洋里，许多人为了安稳的生活，选择了随波逐流。如果让我选，我会让自己成为三文鱼，即使会冒险，会损失一些东西，我也要逆流而上，去抢，去争夺，去违规。为逆流而上的三文鱼，还有涂景总监。于总，您尝尝这个金眼鲷，这是我非常喜欢吃的生鱼刺身。哎呀，这金眼鲷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吃到的。看来车小姐的口味也是蛮讲究的嘛。这家餐馆呢，它每周3都会在日本空运过来这种鱼。如果于总喜欢，我可以帮您预定。哎，雅妮，哪用这么麻烦呀？等于总和我们正式合作以后，想吃什么直接可以去当地吃啊。比如说啊，
上次披萨就做老嘛，上次海鲜饭就做失败呀，甚至有种上次包麦当劳的炸薯条，都可以直接买上头等成绩表。去美国哪里？伊利诺斯。哦，对，伊利诺斯麦当劳第一家店去买。哼，做一个吃客，要这么才有意思嘛，对吧？刘总，你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啊。 哎呀，你们 SC 的员工都是俊男靓女啊，知道的是外企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电影公司呢。谢谢于总。于总，请去。啊，你好。 喂，王厂长回来了是吗？进来。 您好，王厂长。这可怎么办？我还真是掌权的。您真是王桂林厂长啊？啊。 那怎么跟照片上长得不一样呢？因为我已经是夕阳西下的年纪了，对自己的形象不太负责了。找我有事儿？有事儿说事儿吧。王厂长您好，我是赛斯中国的销售代表乔丽。王厂长，刚才咱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，咱们重新开始吧。我是代表赛斯来跟您谈改制后软件供应合作的。 把资料留下吧，回头我会找人看的。你可以走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坐在传达室里边那个其貌不扬的大叔就是照片上的王桂林。他那个资料照片是不是用 PS 修过呀？怎么一点都不像啊？怎么办？我把事情搞砸了。乔丽，这里头有我的问题。 怎么会？或许是我对你的态度，让你对于工作的态度变得有些不谨慎。是，我承认，私底下我喜欢你的性格，直接有爆发力。但是在工作的场合，你的性格是应该被收敛，甚至应该被隐藏的。今天不论王桂林是不是厂长，哪怕他只是一个看门的，你都不能对他这么说话。精通项目现在正在一个起步的阶段。 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决定成败，即便我们做到万无一失了，都还是有可能防不胜防。更何况，还有你这么大大咧咧，自己创造意外情况。我再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我现在不是以朋友，而是以上司的身份命令你，明天继续留在江州，继续攻王桂林，必须让他对我们的产品产生兴趣。用什么方法我不管，我只希望。 明天这个时间，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，去吧。
于总，那这样你送你回酒店。哎呀，算了吧，酒店不远，散散步，溜达一下就到了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让你送你回去。哎，妮，于总，别看我是个女人，车技可不比男的差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这样。谢谢。于总，我们是不是再找个地方喝一杯？太晚了，改日吧。我这2天有点累。那咱们前边靠边停。我在这儿下车，途经他们肯定看不到了。你陪了我一晚上也够辛苦的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于总，很期待这场合作。早点回去休息。喂，他下车了，你设计的用不上，真是开车。喂，小雷，是我。我现在过来找你，方便吗？好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小雷。这段时间让你白忙活了。没有没有，都是应该做的。该给公司的钱我已经打在账上了。这算是你的辛苦费吧？你拿着。哎，别，于总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说到底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呀。不，这个忙啊，你早晚得帮上。过段时间我还是要走的嘛，到时候我再来麻烦你。这干脆就算定金了。那就谢谢于总了。哎，于总，你稍等一下。这个是您的个人档案，我觉得还是放在您这儿比较安全一些。谢谢了，有心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当时帮你找的在加拿大的房地产的资料。房地产？本来想等您移民过去以后啊，肯定用得着。在所有出售的房子里面，我觉得这套最符合您的品味。您不是一直都想住在大海边吗？这个房子就在大海边上。有那么好吗？您看看。于总，要是时间不是特别着急的话，咱们再坐下来聊一会儿，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这套别墅。等你哪天真的移民了，这房子如果还在的话，直接入手。少拿你那些地域偏见来分析，这种人的形成跟当地水土是没有关系的，完全是后天形成的。 40岁，那应该结婚了吧？离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肯定的，不离天理难容。这种性格呀，什么女人受得了？哎呀，跟你发发牢骚，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明天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硬着头皮上呗。还让我拿出求婚的气魄跟客户沟通，就遇到这样的，我心理素质再好，我也开不了口啊。你梦中情人陆凡这个理论我还是蛮赞同的呀。用相亲的态度去见客户，用见客户的态度去相亲，工作生活两不误，成功女性都是这样的。你
说的倒轻松，换成你跟王桂林谈，早就酿成血案了。我已经够忍辱负重的了。好啦好啦，不经历人渣怎么能出嫁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当妈。这句人生格言在职场也成立了，与你共勉哈。现在我就睡觉，养足精神，明天挑战人渣。不要太想我，晚安。晚安啦。这安居啊，才能够乐业。如果您打算移民，开展一段新的生活，买房置业是您最先应该考虑的。而且我们和当地的房产中介都是有联系的，这些房屋资源都是最新的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如果您购买的房屋价格在300万加元以上，您的移民中介费用我也可以给您免掉。不说别的房子，就这套多少钱？这套房子叫东山树，建在温哥华岛上，旁边的海滩非常漂亮。这价格呢，虽然是贵了一点，但物有所值啊。永久产权，四周圈地70亩，旁边还有一片橡树林。要是天气好的话，你从窗户里还能看到雪山。这不止300-500万。于总好眼光。现在大家都说国内房价贵，花300-500万不如到国外去买套别墅。这300-500万呀，是能买别墅，可是地段差呀。要么就是在工业小镇上，连鸟都不往那边飞；要么就是华人社区。你说我们费这么大的劲，好不容易移民国外，哎，一出门别说外国人了，连个外国字儿都看不见。那充其量啊，就是个小温州，稍微好点的小香港。于总肯定不希望是这样吧？你这绕半天就是不说多少钱，也不会是个天文数字吧？瞧您说的，于总您这么好的眼光，经济实力也肯定差不了，绝对不是天文数字。850万加元，大概合人民币在5300万左右。当然，这个数字还有打折的空间。这还不是天文数字？它值这个价钱呀！这个宣传册呀是加拿大人做的，这外国人呀不了解中国的文化，要我说，根本不用这些花哨的宣传，8个字就可以直接吸引像于总您这样的人了。哪8个字？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倒是我们家那位从少女时候就有的梦想。那为了您家夫人，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这套房子呀。我回去跟夫人商量一下，就算暂时过不去，能不能先把这房子买下来？过一段时间吧，我电话跟你联系。好的，于总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房子我帮你留意着，因为肯定有其他的买家，您那边也抓紧一些。这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买房子这件事儿，全世界都一样，10000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只争朝夕，这种感觉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
王厂长，咱们准备开始吧。先等我忙完了。没关系的，您一边做我一边讲，不耽误。我是不能一心二用。王厂长，我在您办公室里快耗一上午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公司派你来，不就是让你来跟我耗时间的吗？王厂长，那趁现在的这个时间，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赛斯吧。相信您对我们赛斯一定不陌生，因为作为一个资深的软件供应商，在全世界各地，赛斯都是许多知名公司的首选。尤其是针对多媒体领域，我们提供的软件定制是非常著名的。来，等等啊。您有问题？站这儿。太好了，您有问题，我都可以给您解答。帮我扶着。啊？扶着。两只手托稳了。小心点啊。好的。王厂长，那我接着给您介绍吧。刚才提到了软件定制，就是我们赛斯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去研发不同用途的软件。那么这次我们精通的改制呢？你们精通啊？咱们精通。你倒是不见外啊！我拿了。我怎么拿呀？接着给我介绍，针对我们精通的改制，你们打算怎么做？啊，老王，来进来。是够热闹的。那个，我老婆让我问你一声，儿子今天补课还去不去？要去的话，晚上我老婆在家等着呀。当然去了啊，就是为了让他晚上能补课，我这不是帮他完成明天的航模作业吗？行，那我跟我老婆汇报一下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老婆现在比我还忙。各种补习班那都请她呢。我要有事儿都得跟她事先预约。行，我走了啊，去吧。哎，老爸，等。你把这姑娘带你那儿去啊。这位是赛斯中国的销售，你叫什么来着？乔丽。乔丽，这位是我们厂的技术总工，方总。你带他到你办公室，让他给你讲讲那个软件销售去啊。那个王长，这闲了多长时间了都？我信得过你。行了，撒手吧，没事。